虽然住在人人向往、风景如画的海岛上，但岛民一得空，还是总想往外跑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九，我们现在在船上，然后准备逃离小岛，来个3天2夜的一个小旅行。因为汉密尔顿岛是一个离岛，所以如果你要回到澳洲本土上的话，就要搭船或者是搭飞机。然后从我们这边搭船的话，大约1个小时会到最近的一个港口，叫做艾尔利滩。Welcome to Port of Ailing。我到艾尔利滩了，现在逃离小岛历险记正式开始。然后我现在要走到艾尔利滩的主街上面，从码头走到主街大概5到10分钟吧，就可以走得到。然后沿路就是会经过一些餐厅啊、商店什么的。然后艾尔利滩这边基本上也就是一条主街，然后有餐厅、酒吧、商店，然后还有一个游泳池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其实是很多背包客的一个据点，因为这边的话比较多那种背包客栈，比较便宜的住宿，还有行程都会从这里出发。我觉得 Airlie Beach 就是一个快乐的小镇啊，因为来这边的人基本上都是来度假，然后来大堡礁玩的，然后就是不是出海就是躺在海滩上。这些地方对小岛的岛民来说已经都是很好、很奢侈的一个逛街的地方，还有麦当劳，这些在小岛都没有的。其实，在 Airlie Beach 玩的跟住宿的选择也很多，然后玩的大部分其实也都是会出海去圣灵群岛或者是大堡礁去玩。那我会另外再做一集，就是关于汉密尔顿 Island 跟 Airlie Beach 的一些比较。我觉得在澳洲长大的小孩好幸福，因为可能家旁边就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大公园啊，或者是有游泳池公用的，然后就是除了上课以外，下课就是可以来这边玩。我真的觉得好享受啊！那我现在要去租车啦，去拿我的车子。现在逃离小岛，逃离来的第一站是马凯，这是离 Airlie Beach 开车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的一个小镇，然后它也是沿海的一个小镇，所以其实这边还都算是大堡礁的沿岸。待会呢，就是好像有点乡下老鼠进城去的那种感觉，要去 shopping center 晃一晃，吃东西。就是逃离小岛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感受一下城市人生活的感觉。因为马凯它这一区它是产甘蔗的，刚刚来的路上就有很多甘蔗田嘛，然后连 shopping center 的名字都是 Canland， 真的是他们也超级热爱甘蔗嘛。走，去看一下。晚餐就挑了家在 shopping center 里面的一家连锁德国餐厅，价格和味道都还可以，算是无功无过吧。然后吃完马上入睡，因为记录一下去看日出的路上，也是中秋节的晚上，每一颗又大又圆的月亮在前面。现在是早上5点40分左右，然后是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现在在 Cape Hillsborough， 就是马凯附近，大概开车40分钟有一个很有名的看袋鼠在海滩上的一个经典的景观，然后超多人已经到这边了，我们到的有一点点晚，然后有好多小袋鼠在这边，看一下，每个人都拿着相机在照，真的超搞笑的。看彼此不爽的打架，对呀，走，快点来找我打架，吃到盖子都掀了。
下一站 Angla National Park。其实澳洲有很多这种国家公园，有很多健行步道可以走。那这个国家公园有峡谷、河谷，还有水库，沿着步道走会有很多的小瀑布。然后还是最有名的就是这里有很独特的鸭嘴兽的栖息地。平常在海岛上看的都是海，偶尔走进山里，吸收森林和瀑布的能量，感觉超好。我们要跨河才可以过到另外一个景点。我现在在 Angla Chalet， 就是它这边国家公园里面有一个餐厅，然后它这边的风景超级无敌好。这边还有一个平台是给人家玩滑翔伞的，哇哦！我点的是炸牛排，然后一些薯条跟沙拉，还有我最爱的 ginger beer。至于这里的餐点好不好吃，我不敢说。我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餐厅的卖点就是独特的地点和它开阔的风景，还有一只慵懒的胖猫咪。这个国家公园的景点还真不少，但是我们决定去看 platypus。我 Google 了才发现，它是澳洲独有的国宝级动物，连硬币上都有它呢。就是在这个 Broken River 里面有可能会有鸭嘴兽，只是可能要等他们上来换气的时候才能看得到，所以也是要很碰运气。看到一只小乌龟，还在耐心的等待鸭嘴兽的出现，来看看有没有泡泡，因为它大概每30秒其实就要上来换气一次。可是通常它的觅食时间可能是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，现在可能不一定会看得到。没看到，只好去喝个下午茶安慰一下自己。然后晚上回到马凯市区，去了一家当地排名前几的希腊餐厅，但只能说这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美食黑洞啊。那我的马凯小旅行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哦。如果有什么要跟我分享的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。